坚如磐石是一部野心很大的电影，电影原本的构想是在一部侦探式的悬疑片里穿插大量反腐和反黑的内容，从而使电影同时具有悬疑片的观影体验和劲爆刺激的大尺度剧情。原本在双核驱动之下，这部电影想要票房口碑双丰收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遗憾的是，因为电影涉及到了一些敏感内容，这部神作在后期制作已经完成的情况下，被硬生生的压了3年。在经过史无前例的删减和补拍后，直到今年国庆档才得以重见天日。从成片质量上来讲，这电影可谓是高开低走，被剪了个稀碎。电影前期的悬疑破案的斗智部分和火锅捞手机的段落非常精彩，尤其是老戏骨之间互相飙戏，看得我大呼过瘾。当时我就感觉年度最佳悬疑片已经出现了，但当电影进入中期之后，因为大量的删减，节奏突然就乱了起来。电影的每一幕和每一幕之间都有一种藕断丝连的割裂感与拼接感，那种感觉就像是猪八戒拳打镇关西一样，看起来合情合理，但明显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到电影后期就更让我生气了，剧情像打太极一样时快时慢，找不准规律，一堆人抢个手机抢了半个小时，结果到最后随便几组字幕几个截图交代一下人物结局，电影就草草的结束了。总之呢，看完全片之后，我觉得这部电影在老戏骨的支撑下还在及格线之上，但整部电影就像非洲一些国家笔直的国境线一样，充满了人工干预、野蛮修改的痕迹。这时候可能有观众就要问了，每次电影不好看就甩锅给审查，你怎么就知道删减的一定是好活呢？别的电影或许我不确定，但在收集了一些资料后，我确定这部电影删减的还真是好活。本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电影的删减内容和一些细节，这一切还要从电影的海报说起。首先让我们先来玩个找不同的游戏吧。左边的图是电影的原版海报，而右边呢则是电影的新版海报。两个版本的海报有一处明显的不同，那就是新版海报比原版海报少了一句话。从这句消失的标语，我们大概也能感受到电影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所以关于海报的问题，咱们就点到为止。现在咱们再来聊聊电影的名字。我分析电影喜欢从名字开始，因为每部电影的名字都会和电影内容高度相关。那么坚如磐石这4个字到底代表着什么呢？我看网上有报道说过，这4个字代表的是雷佳音反黑反腐、贯彻正义的坚定决心。不过我不这么认为。在电影里，黎志田和郑刚曾说过，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而且2个人都互相持有对方的把柄。由此推断，在电影所在的平行世界里，这种由投名状和金钱往来所构成的亲密关系，算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应该频繁地发生在大多数有合作关系的赌合身上。这种合作关系就像赤壁之战曹操阵营的铁索连舟一样，把所有人都绑在了一起。结合电影的内容和电影直译为灯下黑的英文名 Under the Light 来分析，坚如磐石指代的就是蛇鼠一窝，官官相护，盘根错节，牢不可摧的人情关系网。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就和电影海报上那句钱外有钱，官上还有官完美呼应了。在电影里有2处删减就是与关系网相互对应的，一是在原版的电影里，郑刚并不仅仅是金江2当家的，而且他还兼任了衙门大当家的职位。苏建明在会议上说要查公交案的时候，他也在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郑刚和衙门2当家有那么多的对手戏，也解释了为什么郑刚能随随便便的拿到刘明利的录音，还解释了苏建明一个搞技术的为什么说探案立刻就能担任探案组组长。副市长的儿子突然要求主补调查，副市长一口回绝，但是马上给了你一个眼神。作为局长，你会怎么做？第2个删减是郑刚主动拜访一个人，但遭到了拒绝。送给他。对。这里导演非常直接地点明了郑刚背后还有更高级的存在。要知道在电影里金江市的原型是个直辖市，能让郑刚弯腰低头的级别，请诸位自行想象。这部分内容只出现在了2020年的预告片里，在电影里被删的一点都不少。既然聊到了这里，那么咱们再来聊聊高进这个人。从电影的情节来看，高进对于郑刚是非常不屑的。他和黎志田谈完生意，和郑刚打了个招呼就走了，而郑刚对他的态度则略带讨好。从我的视角看，高进和郑刚的关系恰好与黎志田和捞手机的李科长的关系相一致。黎志田能拿捏李科长是因为他的合作伙伴是郑刚，而高进能逼郑刚就范是因为他背后的合作伙伴是郑刚得罪不起不得不低头的人。有趣的是，电影最后只提到了高进的结局，但高进背后的人物在电影里却连个代号都没有被提及。另外，关于高进还有一个细节，在电影2020版的预告片里，黎志田和高进谈生意涉及的数额是几百亿，在电影的正式版内容里则缩水到了48亿。一到手，近100亿就进他口袋上。
至于电影里从火锅里捞手机那位李科长，看到他视频的第一时间，我就想起了10年前同样因不雅视频落马的雷正富。当时他的不雅视频非常长，但关键内容只有12秒，因为他的动作过于迅捷。当时网络上还出现了一个1雷等于12秒的网络梗，而且非常巧合的是，雷正富也是晋江人。对此我只能说剧组有心了。另外，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观影时都认为墙壁里那个女尸出现的过于巧合，过于突兀。毕竟从电影呈现出的内容来看，没有那几个烟民，这案子就破不了了。但实际上，这种明显的低级错误，剧组是肯定不会犯的。在电影里，女尸是陈道明和周冬雨对话之后才出现的，而陈道明则是在补拍阶段才加入剧组的。所以我们可以推出，凡是涉及陈道明的戏份，全部都是经过删改的。所以周冬雨对陈道明说的那个等水开冒泡的部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重拍。关于女尸，我从电影相关的资料里找到了多个线索。首先，在2020年的预告片里，有段内容说过，黎志田曾经经营过一个殡仪馆，这为调包女尸提供了基础。黎志田原来的承认中有个殡仪馆，知道吗？殡仪馆。其次，电影里虽然出现了苏建明和戴维的第2次见面的照片，但剧情里却并没有提及。戴维交给苏建明文件夹里的内容，应该也和女尸案有关。最后，苏建明去调查包工头的内容也遭到了删减。像女尸，那就不得不提郑刚妻子何秀丽的背景。在电影的结尾，她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但从电影展现的剧情里，他的罪行是绝对不够判无期的。再加上黎志田对他尊重有加，还提到了他父亲的力量，我大概猜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郑刚和戴维一样，是一个有点本事的大学生。为了自己的前途，他选择和官宦家族出身的何秀丽结婚，利用何秀丽的关系，他爬得很快。后来他遇到了他的真爱，两人长时间偷情，并有了孩子。正是因为郑刚和戴维经历相同，所以才有了电影里郑刚站在戴维立场警告黎志田有内奸的段落。这样一来，电影里的2代人就形成了一个完美闭环。有了孩子后，小三让郑刚和何秀丽离婚，可郑刚为了仕途是绝对不会离婚的，所以他一直采用拖延战术敷衍小三。小三忍无可忍，拿着郑刚的犯罪证据找他们谈判，然后意外的被何秀丽杀死。作为妥协，何秀丽允许郑刚把苏建明带回来养，但因为何秀丽亲手杀死了小三，所以他们夫妻的关系再无缓和的可能。这也是当何秀丽见到小三外甥女出现的时候直接破防的原因所在了。在这部分内容里，竟然还有一个漫威彩蛋。据看过这部电影未删减版本的大佬说，郑刚是真的和杨小薇有男女感情，毫无疑问，这是妥妥的美队行为。说起杨小薇，她被带走后，电影只用字幕交代了她的结局。个人认为，在原版电影里，她的下场可能不会太好，因为黎志田给她的1000万，她并没有要，甚至她的死也可能是何秀丽被判无期的理由之一。